大家好，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今天是23年2月23号。今天来给大家实际操作演示一下，怎么利用家庭环境来分离蘑菇菌种，就是借助家里可以得到的材料或者器皿，不用我们平时实验室用的酒精灯、超净工作台，甚至紫外灯这些特殊设备，你就可以做的，人人在家里都可以做的这样的菌种分离。那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典型的蘑菇，这个在超市买来的，或者是你自己培养的这样的蘑菇。我们看这个蘑菇有菌柄，有菌盖。那不管是菌柄还是菌盖，这里面就充满着活的蘑菇组织。当你在比较干净的环境下取一块这样的蘑菇菌组织到培养基里面去，那我这个就是我前面介绍过的我的万用麦粒培养基。那这个菌组织在这个麦粒培养基的潮湿环境下，它就会生长，繁衍出更多的菌丝，最后整个这一瓶麦粒就被蘑菇菌所充满了。那就达到了我们分离蘑菇菌的这样的目的。那在分离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一点微生物的基本知识。我们知道，为了要达到分离出纯的蘑菇菌，那就要做到没有杂菌。假如说最后这一瓶你蘑菇菌也是长了，但是呢，你们同时长了霉菌或者细菌，那这个分离就是不成功的。所以这个分离过程当中，一个很主要要注意的就是控制杂菌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就要知道杂菌从什么地方来。杂菌可以是存在于空气的灰尘当中，也存在在我们的手上，也存在于我们的呼吸。所以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就要做一些准备。首先，你要找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安静的角落，在你房子里，像在我这里就是有这么一个角落，这是两面是墙壁，然后上方呢是一个吊柜，所以说是比较封闭，而且这个角落比较安静，最好是没有空气流动的地方。Actually， 在我家还有一个另外更适合的位置，那就是这里。我这里有个位置，就是它的上下左右都是密封的，后面也是，就是前面你人可以进去操作的地方是 open 的，所以其他三面都是 enclosed， 都是封起来的，所以是一个很理想的徒手分离蘑菇菌的进行微生物操作的一个好地方。但是不一定每个家都有这样的环境，所以今天我还是用刚才的那个稍微 open 一点的 place。我今天还是用这个 open 一点的 place 给大家做演示，而且我会在视频当中跟进后面我们分离的效果。这是先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安静的角落。那你最好要把门窗也给关上，减少空气的流动。第二呢，就是你要减少灰尘。这减少灰尘可以从几个方面。第一，你这个台面先都要把它清洁干净，都要用抹布把它抹一下，这样在操作过程当中不会有灰尘的飞扬。还包括这些墙壁，还有这个吊柜的这个底部，也就是你操作的上方，都要把灰尘擦掉。这是首先要打扫灰尘。那第二呢，我们要在这个台面上铺上一块湿的毛巾。这个毛巾假如说你是用开水消毒过也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十分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块湿的毛巾它放在上面，主要的作用就是吸附灰尘。当灰尘在空气中流动的时候，它遇到湿的环境，这个湿的这块桌布会把它吸附起来。那准备工作就是这些。那材料呢，很显然，第一，你要有一只蘑菇，
这个蘑菇你可以是从超市买的，超市买的哪怕不太新鲜，只要是完整的都行。因为我们待会取菌组织是从这个蘑菇柄从里面取的，或者是你自己家里培养的。虽然我有菌种，但每年我都还从这个蘑菇上面分离一次，这样以保证我菌种的纯化。这是首先是要有只蘑菇，另外当然你要有培养基。请大家参考我前面一次一个视频，专门制作这个所谓的万用麦粒培养基。然后因着你这个是 open 的环境，对不？你不能保证100%的成功，所以你可以多操作几瓶。那今天呢，我在这里会操作2瓶，这样假如有1瓶失败，那另外1瓶还会有成功，增加成功的几率。那还有呢，就是70%的酒精，那我用的就是这个。这是在 Costco 买的，就是普通的医用消毒酒精，和我把装到这个喷壶里。那还有这么一把小刀，这小刀就是方便把这个菌柄稍微切开一点点，然后再用手撕，不用把它完全切开，因为完全切开这个小刀就接触到菌组织里面了，所以待会我会操作给大家看。另外就是一个灭菌过的小手术刀，或者是镊子也是可以的。那材料就是这些，下面我们就来操作吧。刚才的准备工作还忘记说了一点，就是要戴口罩哈，因为我们说到你的呼吸，你口腔也是充满着各种菌的，各种杂菌的。那下面首先呢就是用酒精消毒，把你的手消毒，然后把这个环境都给喷上酒精，包括这个桌面、这个旁边都是可以喷上酒精的，还有你上方，然后整个空气也都给喷上酒精。就假如说这个空气中有灰尘的话，当你喷这个酒精的时候，这个灰尘它就落下来，就随着这个酒精的雾就落下来，就落到这块食布上面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大家不要吝惜这个酒精哈。那这里有个插座，那对着插座孔就不要狂喷了啊，稍微表面消毒一下就好了。那2个手，特别是2个手呢是要着重要喷的，因为你是直接操作的，是2个手基本上是要在酒精里面洗过，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指甲里面是很脏很脏的。然后还有这个刀也是要先用酒精喷一下，都把它用在酒精里面好好的洗。至于这个蘑菇，其实用酒精表面洗不洗一下都无所谓。那先我们就把它在这里先开一点点口，然后就用手把它撕开。看，当你撕开的时候，你把这个蘑菇撕成2半了，这个菌组织就露出新鲜的菌组织来了。我们再从上面撕一下，看见没有？露出这种新鲜的白白的菌组织。那我们待会就是要从这个，我们把另外一块放掉，我们就用一边就好了。就从这个菌组织上取一块，放到你的培养瓶里面。那下面我们把这个培养瓶打开。这个培养瓶，那依次打开之后，这个培养瓶因为是从外面从另外地方转运过来的，所以这个培养瓶还可以把它也消毒。先拧开一点点，先把拧松。那这个盖子就是很不好处理，因为这个盖子它是2套的，所以我不太喜欢用这种瓶子。这个外面盖子，然后里面还有一层内盖。那就这样吧。那下面我们就来取菌组织。这个小手术刀呢是高压灭菌之后的。这里面已经有锈了，但是没关系，锈不影响微生物生长。
所以用它在上面切这么一块。其实用镊子呢还更好操作一点。这有一块了，然后把这轻轻打开，把丢进去好了。那这个就完成了。那我们再取另外一块。所以这个时候取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菌柄划破了哈。因为你一划破就划到菌柄的外面那面去了，那面是不干净的。只有这个菌柄里面没有暴露在之前，没有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它是没有杂菌的。那你为了快一点，你也可以多取2块放进去，没关系的。但是你操作越多，增加杂菌的机会也增加了杂菌的机会。那这个我们就一边取1块好了。你看这个放进去这个菌组织在这里，那你就把它摇晃一下，尽量让这个菌组织呢到这里面来，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个菌组织已经长在这里面来了。我们为了方便以后观察吧，尽量把菌组织搞到表面来一点。对，在这里了。好，这样我会做个标签。所以这个菌组织是在这里的，那我们就把这个贴在这里吧，这个标签贴在这里吧，这样知道我这个菌组织是在这里，然后再盖上这个锡箔纸。那这一个的菌组织，这个里面有2个小块，这里有一块，还有一块在当中，我们也是把它摇晃一下，让它进入到里面去。那这个在这里，所以这个标签就这样贴好了。对，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要想尽快的检查的话，你就知道在什么地方检查，你这个蘑菇菌块在里面已经开始长菌丝了。也盖上锡箔纸，这样就完成了。检查的时候，假如说在2、3天之内，你不管你看没看见你有菌丝，白色的菌丝生长哈，这个蘑菇菌丝一般都呈白色。那不同的菌种呢，虽然它的菌丝的形态有点不一样，但是呢，一般都呈白色。假如你没有看见，那看我这里还有一个菌组织，你没有看见这个不是你，比方刚才说我这里有个菌组织是吧？这里有个菌组织，假如说不是你有菌组织的位置长出其他的霉菌了，那你这个操作就失败了，好不好？假如是从你菌组织附近长出来的白色菌丝，那就恭喜，那就成功了。分离好的这个培养基拿到黑暗环境放到一个cabinet 里面，那就像这样的柜子，像这样柜子都是可以，只要是避光的，室温环境下就好了。那至于这个蘑菇呢，这个还是可以食用的，没有影响它的食用价值，所以没关系。今天是第5天，我们来看这个从蘑菇组织上分离的菌种。这一瓶呢，我们当时分了2瓶哈，这一瓶当时菌块是集中在这里的，那这个呢，仔细看里面是已经有菌丝长了的，那这里有点反光，我们待会拿到光线更好的地方去看。那这一瓶呢，记得我们有两个地方集中了菌块的，一种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贴标签的地方。你要是把标签撕了，把这个瓶子摇一摇，这里面看到也是长了菌丝的，但这一块呢就很明显，所以这个菌丝已经在侵染周围的谷粒了，所以是明显的已经有生长。那我们到光线更强的地方我们看这个箭头所指的地方，
虽然那不是很颜色很深，但是你能看得到这种稀薄的菌丝。要是把瓶子摇一摇呢，这个菌丝已经有一个菌团在这里，所以已经是很明显了。所以这就是说分离是成功的，而且呢，周围在没有菌块的地方是没有杂菌。总结来说，这个菌种分离是成功的，就是在你当时做了标记、接种了菌块的地方长出这个菌丝出来，在其他地方，在没有接种的地方是干净的，没有长霉菌，剩下的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把这个品质长满。因为一般要是有杂菌，在2-3天就会看得出来。我这个品质的大麦燕麦当时是有点干，这个品质有点老了，所以燕麦有点干，那会影响菌丝生长的速度，但是没有关系，它随着时间的延长，2个星期吧，它肯定会把这个品质长满的。那这就是介绍了这样一个在家庭环境下，你自己员工自己利用这种简陋的环境建立的这一个无菌工作台的效果。我们在这里演示的是用来分离蘑菇菌种，你也可以用它来做下一步的操作，就是菌种的转移啊，还有这个口道繁殖啊，把它转到 Greenspan， 熬成 Greenspan 又接种到这个蘑菇生产包，其实都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后面的步骤涉及到更多的这个更大的袋子，因为我们这次操作几个小瓶子嘛，是吧？那后面要操作的很可能是像这种几磅的这种 Greenspan 袋子，那你操作就更小心，应该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大家就是要多加小心而已。那原理是一样，我也就不再做演示了。愿意探索的希望大家勇于探索，而且也欢迎大家分享你在这个利用简陋的环境做的这种无菌操作，你的心得，还有你的成果，希望大家都能够都成功吧。好，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